我急性阑尾炎，答应要送我去医院的男友，却因为小青梅的一个电话，将疼得脸色发白的我丢在路边。瑶瑶说她迷路被人跟踪了，你自己走几步去医院吧。我哭着让她别走，却被她推下了车。后来我在小青梅的朋友圈里看见男朋友的睡颜，竹马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需要，他就一定会出现。在一众艳羡的评论中，我回复一句：青梅竹马，爱意绵长。民政局长大了，要懂得自己来。在我急性阑尾炎发作后的第6个小时，答应照顾我的钟研墨终于处理好工作，送我去医院。我躺在副驾驶，即将昏死过去，独属于董瑶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1秒不到，钟研墨便接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董瑶瑶发嗲的声音：“研墨，我迷路了，身后还有个变态跟着，我好害怕。研墨，你能来救救我吗？”钟研墨看着已经被病痛折磨到快要晕厥的我，只能先安慰电话那边的董瑶瑶：“你先往大路上走，洛家病了，我送完他去医院就来找你。”听到这话的董瑶瑶没有闹，而是像个犯了错的孩子：“那研墨，你照顾好洛家，我自己想办法甩掉便。”啊！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董瑶瑶那边突然发出凄惨的叫声。钟研墨慌张道：“瑶瑶，瑶瑶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？我现在就去找你。”他求助般看向我：“洛家，瑶瑶她……”后续的话没有说完，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每次当我和钟研墨在一起的时候，董瑶瑶总能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故，可最后她都平安无事。我怀疑她根本没有遇险。车子的气氛瞬间变得沉闷。洛家，钟研墨再次开口。我疼得意识模糊道：“阿墨，我现在很难受，快送我去医院。”他却无动于衷道：“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坚强，可瑶瑶她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需要人保护。再说当年瑶瑶是为了我才来的事，我现在不照顾她说不过去。我保证，确认瑶瑶安全我就回来，让你下手术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。”我有些想笑，难道我不是为了她才来的事？身体的疼痛让我不再胡思乱想。我拽着她的衣摆，哭道：“距离医院只剩下几百米而已，你把车开进去好不好？最多只耽误你10分钟。”钟研墨还是没答应，甚至粗暴地把我推开：“你矫情什么？都这么久了，也没见你有事。你自己都说只剩下几百米，自己走走怎么了？10分钟还能要了你的命？况且我都和你保证了，看完瑶瑶回来就去医院陪你，你还要怎样？你是不是非要逼死瑶瑶？”说完，钟研墨无视我的痛苦，直接把我重重推下车，丢在路边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选择董瑶瑶，放弃我。我一直都知道董瑶瑶在他的心里很重要，可1次2次，甚至在急性阑尾炎这样危机的关头，他连花10分钟送我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。钟研墨，爱你真的好累，我不想再爱了。我是被路过的医生捡回医院的，当时我已经陷入重度昏迷，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就会直接休克。晚上8点，距离钟研墨抛下我去看董瑶瑶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。我从手术室推出来后，还是没有看见他的身影。护士在门口叫了很久我的家属，没有人。其实我猜到了的，钟研墨最见不得眼泪，只要董瑶瑶一哭二闹一下，他根本走不了。我看着周围被推出来的病友，身边围满的亲人，有些羡慕。有女朋友关心男朋友身体还难不难受的，还有中年夫妻着急握着对方的手满眼含泪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地躺在手术室门口的病床上。患者，要不我推你去病房吧？手术室门口人来人往，也影响休息。门口的护士出言询问，我拒绝了，哪怕理智告诉我钟研墨今天一定不会出现，可7年的感情，我决定再相信他一次。我一个人在门口等了很久，直到医生做完今天最后一台手术离开，他都没有出现。我心底没有失落，反而是一种释然。我换护士送我去病房，他见我等了那么久，
将我送到病房后，便开始劝我：“你等的应该是男朋友吧？姐姐以过来人的身份劝你，在你最脆弱无助时都没法出现在你身边的男人，肯定要不得。我也知道这样的男人要不得，可只要一回想到我们在一起的7年，我就总想给他一次会。就在刚刚，我突然发现，我给他的机会实在太多了。等护士走后，我躺在床上刷手机，董瑶瑶的朋友圈更新了一个动态，一张她在笑，钟妍默睡在她床上的照片。董瑶瑶不止一次发过这种朋友圈，像是钟妍默去火车站接她，帮她提行李的照片，或者是她不慎落水，钟妍默帮她擦拭湿头发的照片。曾经，我都会跟钟妍默闹，强调我才是他的女朋友。这次我没闹，甚至想给他们点个赞。就在这时，在大学时关系跟我很好的学姐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小佳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们公司真的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。这些年你为了钟妍默一直拒接我们的邀请，你是不是忘了这家公司还有你的一份？”学姐的话让我想起遥远的以前，那时我和钟妍默才刚刚在一起，一开始我们已经决定一起去 Y 市工作。可当我和学长学姐将公司注册成立以后，他却突然告诉我说他要去 S 市。其实一开始我是想着休息的时候 Y 市 S 市两边跑，可钟妍默得知我的想法后，抱着我的腰，哭唧唧撒娇说不想和我分开的时候，我彻底妥协了，放弃了学长学姐的期待和自己大学4年的努力，毅然跟着钟妍默一起去了人生地不熟的 S 市。小佳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你，你可不可以来帮？不等学姐把话说完，我先开口。我去，等我处理完这边的工作就去。在我出院的最后一天，钟妍默终于来医院看我。可是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还是指责：“你能不能别那么小气？你知道我给你发了多少条信息吗？你为什么不回我？不就因为我没送你去医院？你自己不也说距离医院不过几百米？那你走一下怎么了？幸好我当时没有听你的，先送你医院。那天我赶到的时候，瑶瑶正被坏人欺负着，我有些想笑。在一起7年，董瑶瑶每次都能碰巧的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事。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觉得有问题。钟妍默要么没脑子，要么我在他心底其实并不是很重要。见我迟迟没有说话，脸色看起来也不是很好，钟妍默终于记起来关心我：“洛佳，你现在好些了吗？我刚刚听医生说你明天出院，要不要我来接你？”我知道他明知自己理亏，但又低不下高贵的头颅，等着我给他找个台阶下。毕竟在我们恋爱的这7年，他一直占据我们这段关系的主导地位，不用你来接了。既然董瑶瑶受到了惊吓，那你就好好陪陪她吧。明天我自己打车。钟妍默这才长舒一口气：“洛佳，你不生气就好。你要是一直都像今天这么好说话，那我们之前能少吵多少架？”是啊，刚好我也吵累了。临近中午，钟妍默闻到门外的饭菜香味，起身离开。瑶瑶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得回去看着点，顺便给她送饭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依旧挂着职业微笑：“好，那你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出门记得给我把门带上。”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刺激到了钟妍默，他的语气有些不悦：“能不能不要这么阴阳怪气？你在医院这么多人看着，瑶瑶在家只有1个人，你能不能体谅体谅她？再说有什么话你不能直说吗？总像个句嘴葫芦憋在肚子里。”我有些疑惑，我都笑脸相迎了，他还要怎样？难道要我跪下来给他磕一个再走？自从董瑶瑶来的这3年，他哪次和我吵架不是因为我不够大度？那我现在真的大度了，他怎么更不满意了？懒得猜男人的心思，我闭上眼，把被子往身上一盖，睡觉。然后我听见病房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没有生气，只觉得好笑。好，我好好体谅你们。我翻出手术那天董瑶瑶发的朋友圈，照片上钟妍默就算是睡着，嘴角都带着笑。董瑶瑶甚至还在朋友圈下留言：“竹马就是这样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我需要他就一定会出现。”
我看着共同好友在他的评论区一众的歌颂兄弟情中，我平静地回复一句：祝福青梅竹马，爱意绵长。民政局长大了，要懂得自己来，握不住的沙，不如趁早扬了它。不属于我的花，那就不等它绽放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医生进门给我换药的时候，见我在自己收拾东西，有些错愕。昨天来的不是你男朋友吗？他说他今天来接你出院，不想解释那么多，我也就笑笑没有继续开口。收拾好所有东西，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手机专属的消息提示音突然响了一下，是钟延墨发来的。洛家，瑶瑶说她出车祸了，我先送她去医院，晚点再来接你。我没理会这条信息，甚至都没多看一眼，反正我一开始就对他接我没抱任何希望，所以他来不来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雇人将所有东西都搬去门口，滴滴，刚好我打的车也到了，司机好心把我的东西搬去车里，送我回了跟钟延墨合租的房子，帮我再次搬运行李。连陌生人都知道我刚出院是个病人，需要特殊对待，可钟延墨只觉得我坚强。我感激司机师傅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下，半小时后可能还需要您送我去高铁站。您放心，包括您因为等待产生的损失，我一定一分不差的都给您。回到和钟延墨住了7年的房子，这里的每一个家具都代表着我们的一个故事。我把房间里属于我的一切都打包丢进垃圾桶，东西扔得很快。我扔完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再次上了那辆出租车。当我即将坐上去往湾市高铁的时候，钟延墨的电话突然打来：洛家，你现在还在医院吗？瑶瑶这边结束了，我现在就去接你回家。如果是以前他跟我提家这个词，我可能会觉得感动，但现在听见只觉得恶心。不用了，我走了。钟延墨这个时候还没意识到我说的走是离开 S 市，所以继续和我说着这次董瑶瑶被撞得有多凶险，他又到的有多及时。他就不觉得很讽刺吗？自己女朋友出事的时候永远都不在，反而对打着兄弟幌子的暧昧对象那么上心。洛家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高铁站提醒旅客带好随身物品，小心小偷。他才发现异常。你要走？你要去哪里？空气沉默数秒，钟延墨干哑着嗓子开口：就因为我没有接你出院吗？可是我不都和你解释了吗？是因为瑶瑶。洛家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聊聊。可是我懒得理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20分钟以后，钟延墨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：洛家，我已经到高铁站门口了，求求你见见我好不好？我看了眼时间，距离刚刚他挂电话只过去了20分钟，可董瑶瑶所在的医院到这里最少需要1个小时。这样算来，一路上也不知道钟延墨闯了多少个红绿灯。听着他略带哽咽的声音，我一时有些心软，也想给在一起的7年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我们约在高铁附近的一家咖啡店。钟延墨衣服皱巴巴，眼神也带着些疲态。洛家，你真的非走不可吗？我真的可以解释，瑶瑶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再加上她妈妈在家的时候就嘱咐我要多照顾她，所以她才会下意识地向我求救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还记得董瑶瑶刚来那天，我和钟延墨作为半个东道主请她吃饭，我害怕出错，特意买了几支小姑娘爱用的口红、香水送给她。当着钟延墨的面，他特别开心地收下礼物。然后等到钟延墨去买单的时候，他立刻变了一副面孔：延墨哥永远是我的，你这种女人根本配不上他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这个女生一定会打乱我和钟延墨平静的生活。洛家，我保证以后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一定和你在一起，谁来都带不走我。我笑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好啊，那你陪我坐会吧，一直到我的高铁检票前，只要你坐在这里陪着我，我就不走。我知道他做不到的，因为他的邻居妹妹一定会再次发生意外。果然，不出10分钟，钟延墨的电话就响了。看见来电显示，钟延墨的表情一变，然后带着点试探地问问：
洛家，公司找我有事，我先去那边接个电话，可能是怕我离开。他再三保证，我保证不会离开，你就在这乖乖等着我。我知道他在骗我，因为那个特别的来电提醒早就告诉了我一切。找他的分明就是董瑶瑶。3分钟后，钟延墨回来找我，满脸的纠结。洛家，我公司，看来他自己都知道难以启齿。我很是平静道：“你去吧。”亲眼看着他的车子离开，刚好我的高铁也要开始检票了。分手吧。我发完这条信息，便拉黑了跟钟延墨的全部联系方式。钟延墨，再见了。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和钟延墨见面，只是没想到，在新公司入职的第2天，就在门口看见钟延墨的身影。洛家，我记得你毕业的时候说想来 Y 市创业，我已经辞了 S 市的工作，来这边陪你好不好？他双眼布满红血丝，看起来很疲惫地抓着我的手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他现在的公司好像是他们行业的翘楚，包括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和我讲，入职那家公司是他从小的梦想。洛家，我真的已经和董瑶瑶讲清楚了，我知道因为他的到来影响我们感情，所以我保证现在再也不会接他的电话，他的事情让他自己解决。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钟延墨的电话再次响了，又是属于董瑶瑶的特殊铃声。钟延墨下意识打算接起，可是一想起刚刚对我的保证，又讪讪地将电话挂断。那边电话一个又一个的打来，再加上我们站在门口实在显眼，周围的人眼神悄悄地朝我们这边打量。接吧，万一真的有事呢？我无所谓的开口，都已经分手了，他想接谁的电话和谁在一起，我是真的不在乎。电话被接通，钟延墨开了免提，很快电话那边的女声传来：“延墨哥哥，呜呜呜，你在哪呀？”我现在在 Y 市高铁站，我迷路了。中午的太阳好大，我快要晕倒了。然后钟延墨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得慌张，甚至带着些忐忑地看着我。你去吧，小姑娘第一次来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人生地不熟的照顾一下很正常。我说的是实话，现在天气这么热，万一晕倒被人拐了，我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洛家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给他买回 S 市的车票，等你下班了，我接你一起吃饭。我没答应，而是趁着他松开手的空档，转身回了公司。当晚，钟延墨给我买了一大束月季，和董瑶瑶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那个瑶瑶说她第一次来 Y 市，想在这好好逛一下再回去。然后她立刻转移话题，将手上的那束花递给我。洛家，我记得你最喜欢月季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？钟延墨每次都这样，只要决定道歉，就会给我买一束月季。但他不知道，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花，甚至还有些花粉过敏。之前为了不驳他的面子，每次收下月季后，虽然不至于进医院，但后来的1个星期都需要吃药，我需要回家休息。钟先生麻烦让让。还有我从来不喜欢什么月季，我自始至终都对花粉过敏。可钟延墨双眼湿润，紧紧拽着我的衣服不放。洛家，求你了，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好聊聊好吗？眼见着周围再次围满了下班的人群，我只好被迫坐上他的车。然后当他打开副驾驶座的时候，董瑶瑶一脸自然地坐进去，而我也习以为常地打开后座坐下。在场3人，只有钟延墨的脸色变得难看。洛家，你坐副驾驶。然后他看向董瑶瑶，瑶瑶，副驾驶是女朋友的专座，你现在去后座。可董瑶瑶却不干了，她拽着钟延墨的衣服，又哭又闹。延墨哥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晕车坐不了后座，而且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呀。洛家姐姐从来不会生气。说着，她可怜巴巴看向钟延墨。延墨哥哥，明明之前你也同意我坐在副驾驶，说视野开阔很适合我这样晕车的人啊。这话彻底让钟延墨愣住，他好像是这一刻才意识到，自从董瑶瑶来的这3年，那个专属于我的副驾驶座换了人。他没有将董瑶瑶拽出来，而是在网上点了个代驾后，默默坐到我的身边。
洛家对不起，之前让董瑶瑶坐在前面，只是因为她晕车，都怪我太粗心，竟然没有注意到你的委屈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觉得任何话都具有它的时效性。如果钟言默的那番话是在我还爱他的时候说，那我一定会很开心。而现在我只觉得讽刺。其实，在董瑶瑶第一次抢了我副驾驶位的时候，我就和她提议过找个代驾，可她当时不以为然，甚至还叫我大度一点，不要这么斤斤计较。钟言默，你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跟你提出请代驾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讲的吗？见他做出沉思状，我出声打断：算了，你不用想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意义。最终还是我和钟言默两个人一起去吃的饭。他让代驾先送董瑶瑶去了酒店，所以当车开到酒店门口的时候，董瑶瑶整个人呆滞了。言默哥哥，是因为瑶瑶太碍事儿了吗？所以你不愿意带我一起？你是不是要像当年的爸爸一样抛下我？这是董瑶瑶惯常使用的撒泼方式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然后钟言默就会心软，不论他做过什么都会一笔勾销。我原本以为这一次也会一样，可没想到，当董瑶瑶再次使出她最擅长的哭戏时，钟言默却无视她的表情，将她送到酒店后，立刻转身离开。我们去吃火锅怎么样？说着，言默开车带我去了我很久之前和他分享过的火锅连锁店。车子刚停下，钟言默见我的脸色依旧淡淡有些失落。洛家，你真的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略带疑惑，今天除了是我入职3天以外，还是什么特殊的节日吗？今天是我们恋爱第7年的纪念日，7年前你就是在火锅店向我表白。那时你说希望我们未来的每一个纪念日都能一起吃火锅，这样啊？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在他一次次为了另一个女人抛下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累了。况且自始至终喜欢吃火锅的都是他。我出生在外市，其实一点辣椒都吃不了。可这样的小事，哪怕是我们热恋期间，他都没有发现。只是后来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我的口味也渐渐和他靠拢。所以归根到底，他口中所有的甜蜜，只是我对他一次次的妥协。钟言默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的表情变得错愕，然后带着不可拒绝的口吻：别赌气，洛家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也相信你说分手只是一时赌气。我承认自己那天把生病的你扔下去找瑶瑶不合适，可那都是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能完美完成所有安排。可是瑶瑶不一样，她第一次离开爸妈，又是因为我才来的事，所以我自然要对她多照顾点。听到这话，我甚至顾不上身上的伤口，哈哈地笑出了声音。钟言默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？难道我不是为了你来的事？你说我能把所有事情安排好，难道不是侧方面表示你是个没用的男人？是你不顶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钟言默的电话再次响了，还是熟悉的铃声，是董瑶瑶。接吧，我再也不会干涉你和你的小青梅联系了。电话那边的董瑶瑶好像在哭，钟言默虽然面色不愉，却还是耐着性子安慰她。这样的状况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今天，那天是我们在一起6周年的纪念日，在我准备了满满一桌子饭菜，等待他回家吃饭的时候，他一夜未归，手机和微信怎么也联系不上他。就在我准备报警的时候，董瑶瑶的电话突然打过来，言默哥哥说为了防止钓鱼的时候鱼被惊到，所以特意把手机关机，着急上火一晚。我声音有些嘶哑，让阿默接电话，不知道是哪个字戳到了董瑶瑶敏感的神经。她抱着手机边哭边和我道歉，都是我的错，洛家姐姐，都怪我最近心情不好，害得言默哥哥为了陪我都没法和姐姐一起过纪念日。电话那边男人一直温柔地哄着，等董瑶瑶哭完，我听见一阵衣服窸窣的摩擦声，男人的声音很快传入我的耳朵：洛家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瑶瑶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凶她？我语带哽咽，你还记得昨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不期待他的回答，
所以继续开口。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和我保证过，说未来的纪念日都会和我一起过。然后又听见董瑶瑶哭哭啼啼：“洛家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俩不要因为我吵架好不好？瑶瑶以后不会再给研墨哥哥打电话了。”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收到一段董瑶瑶和钟研墨的对话：“研墨哥哥，明天有空陪我去钓鱼吗？”“可以，刚好明天是我和洛家的恋爱纪念日，真不知道女孩子怎么有这么多节要过，每年都要敷衍一遍，真的很麻烦。”男人略带嫌弃的口吻，让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喜欢我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和我分手，可能是因为7年的沉默成本太高，再加上我这个舔狗能够照顾他的生活。现在想来，那段时间他对我的态度已经很敷衍，因为害怕失去，所以我才计划在我们恋爱6周年的纪念日向他求婚。可惜，精心藏在蛋糕中的戒指，都是我的自作多情，是我低估了他想和我分手的心，也高估了我们的感情。嘟嘟嘟，电话那边被挂断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第一次觉得看不见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沉默地走进那家火锅店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董瑶瑶带着个精致的小礼盒跟了进来，祝研墨哥哥和洛家姐姐7周年纪念日快乐。去年因为我毁了你们的纪念日，所以我今天特意准备了礼物给你们。说完，董瑶瑶就一点不客气地坐到钟研墨身边。瑶瑶，坐到另一边去，我们都已经长大了，你要稍微有点边界感。话毕，钟研墨无视他的表情，打算在我身旁坐下。看出他的动作，我先一步将凳子挪开。不用避嫌，我知道你们从小青梅竹马，要是真的有什么，就没我什么事了。话落，钟研墨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可是他好像忘了，这句话不就是1个月前他和我吵架时说的？研墨哥哥，我给你涮鸭肠，你以前不是说瑶瑶涮的最好吃？洛家姐姐，你怎么只顾着自己吃啊？都不知道好好照顾哥哥。不等他把话说完，钟研墨直接摔了筷子，滚出去！话落，我拿起包就往外走，钟研墨却上前一步拉住我。我说的是你，董瑶瑶，你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我女朋友继续用餐。董瑶瑶愣住，看着钟研墨的表情带着错愕。我猜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钟研墨会突然和他翻脸吧。毕竟当初的得寸进尺，要是没有他的推波助澜，他也做不到挑衅我这个正牌女友。钟研墨送董瑶瑶出门，并目送她上了车。我顺势拦下一辆的士。钟研墨，我再次正式的通知你一下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未来你要是再出现在我公司楼下堵我，我会直接让保安把你赶出去。害怕我离开，钟研墨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戒指，单膝跪地。洛家，我知道董瑶瑶来的这3年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我保证婚后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乱七八糟的人来扰乱我们的生活。我见过这枚戒指，它在钟研墨的钱包里已经放了很多年，可是为什么现在才给我呢？在我们已经闹得很难看，决定分手的时候。此时人群外已经围满了很多人，他们或拍手或鼓掌地催促我答应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！见人群中喊得最欢的那个人拿出了一瓶水，我上前直接抢过，打开瓶盖浇在钟研墨脸上。这枚戒指是2年前买的吧？为什么买的时候不想着求婚，现在突然记起来了？别演了，钟研墨，你就说董瑶瑶来的这2年，你真的没有一丝的心动吗？你们敢保证没做过任何逾矩的事情？你不就是仗着我喜欢你有恃无恐吗？不在乎人群的指指点点。我坐上路边的出租车直接回家，身后钟研墨愣怔了很久，直到车子消失的没影，才失魂落魄地离开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的手机每天都会接打钟研墨打来的电话，还有他酒后的忏悔。钟研墨把董瑶瑶赶回了大市，并且和他的父母都说清楚了。然后他给我发了很长一段忏悔的短信，我没有看完，但是大致意思就是求我原谅他，并保证没有以后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警察用他的手机给我打了通电话，
您好，沈映玉女士，您的朋友钟延墨因为喝酒伤人，现已被行政拘留。这边可以麻烦您给他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送来吗？我没有答应，而是把他朋友的联系方式发给了警察。我听见电话那边传来男人的哭声，在一起7年，我第一时间就分辨出那是钟延墨的声音，只是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这辈子我们应该都不会再见面了，我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，只是一切都和他在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有哮喘病的我被老公带去爬雪山，却在途中抢走我的氧气罐。人家是孕妇，你氧气比大家都多，分一点给孕妇怎么了？就算你有病，也没孕妇重要啊。人家小姑娘再晚一点，说不定就一尸两命了。游客们纷纷赞叹老公帅气善良，而我因为没有氧气罐，寸步难行，逐渐掉队，在海拔4000米之上，哮喘发病直接死亡。老公因此获得巨额保险赔偿，转头就把导游迎娶进门。多亏你这个计划，让他死的不知不觉的同时拿到大笔钱。我才知道，那导游是老公的大学班花，在出发旅游前，他便已联系旅游团和他勾搭在一起了。班花不愿再累死累活做导游，老公便提出要带我爬雪山，为的就是我死后他能光明正大娶个娇美人，甚至把我生病的老父母赶出家门，眼看他们被冻死街头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出发雪山的那一天，意识逐渐恢复。面前的手是老公许行递来的救命药，瞧你差点晕过去，快把药吃了吧。粒粒分明的药物摊开在他冻得红肿的手掌。如果是上一世，我一定会非常感激并相信他的关心。可直到我死后，才知道这所谓的救命药早就被他换成了普通的维生素，根本预防不了哮喘。前世我刚从医院急救室出来，许行就说要带我去雪山爬行，不等我同意，就已经报名旅游团。我安慰自己，只要备上急救药和医用氧，就不会出事。可爬到山腰没多久，有个孕妇突然晕倒，许行二话不说就夺走了我的氧气罐。我不服气，旁边的游客便围在我身边指责我：看你身强体壮的，人一个小姑娘用不了多少氧气的，能不能善良一点？就数你的氧气罐最大，能救2条人命呢。我被迫善良地救下那个年轻的孕妇，可之后的每一步都寸步难行，直到我的呼吸开始急促。许行视而不见，导游谢新安催促大家加快脚步。我想要哮喘喷雾，可后知后觉，自己所有的药物都放在许行背包中，而背包早已在山下被谢新安搜出，扔进垃圾桶。没了医用氧的我，在高原反应的加持下，逐渐胸闷气短，越发跟不上大家的步伐。许行却在谢新安的催促下甩开我的手，独自追上大部队，任由我一个人拉开和旅游团的距离。他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，拿出手机拍出最美的雪景照。真的要感谢小谢导游，带着大家登顶，才能让我们亲眼感受这么美丽的景色。一路上还这么热心帮助游客，救下好几条人命呢。许行则站在他身旁，拉着他旁若无人地拍着甜蜜合照。在他们眼中，他们2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却没一个人向下俯瞰，看到我僵住的躯体。被夺去氧气，缺氧窒息而死。等到救援队发现时，我的尸体已经碎成好几瓣，根本找不到全尸。巨额保险因此生效，老公光明正大迎娶谢新安，得到的赔偿让他俩这辈子不愁吃喝。我这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许行和谢新安计划好的。她是许行大学时期的班花，当时许行一直暗恋谢新安，可谢新安有个富2代男友，根本看不上她。直到许行得知她离婚的消息，干着累死累活的导游工作，他生出恻隐之心，心疼一个许久没联系的女人，在他的怂恿下，想出要把我害死名利双收的好方法。我的心中积满对他们的怨恨，久久不能轮回。没想到我还能重来一世。许行见我没有动作，
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耐烦。快把药吃了，现在大家就等着你。你不吃可以，现在都出发有一会儿了，不能因为你耽误大家的行程啊，不然很容易出人命的。前世我突发哮喘，肯定就是因为许行手中的药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急救药。我宁可不吃，也要收好自己的氧气瓶，不能被这两人有机会夺去。见他就要捏住我的下巴，掰开我的嘴，想要把药强行塞进我嘴里。我不顾脸上被抓痛的红痕，死死咬住牙，厉声喝道：“不吃！”许行惊讶我突然的反抗，眉头狠狠皱起，把药丢在雪地上。我努力平复内心的不安，不紧不慢走在队伍中间，爬了4个点。才刚到半山腰，我已经有些胸闷气短，脑袋开始晕眩发胀。此刻，人群传来惊呼声，一个年近60的老头摔倒在地，空气随着他大口喘气的动作变得稀薄，他的呼吸愈发急促，捂着胸口，浑身发颤。谢心安脸色惨白，看向许行，他急忙跑到老人身旁，仔细观察。许行面色严肃，环视一周，将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这大爷节俭买到劣质氧气，这情况只有医用氧能救他命。众人一听这话，纷纷摇头表示没有医用氧。许行起身走到我面前，满脸关切地拉住我的手：“淑薇，大家都没有医用氧，只有你的事还充足，快给这大爷！”我毫不犹豫拒绝，把氧气瓶死死护在怀中。凭什么用我的？给他我也会没命的！许行面色一沉，不满地拽着我走到人群中，厉声大吼：“你有没有一点尊老爱幼的美德？我不信借人吸口氧，你就会死！就算被大家埋怨，我也不理会。”许行劝说，后退好几步。许行脸色发青，眼中喷着怒火，暗暗瞪我一眼，随后失望地向谢心安摇摇头，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两人眉目传情，看得我一阵恶寒。我知道谢心安背包中有好几瓶备用氧气，明明可以直接拿出来救人，没想到他不为所动。而许行又这么想要我死。老人咳嗽不断，声音嘶哑刺耳。见我坚决不肯交出氧气罐，许行无奈走到我面前，语气放缓：“微微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真的要看着一条生命在你面前消逝吗？”我心痛到难以呼吸，他脸上没有一点关心我的情绪。我洁癖严重，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东西被他人使用，更何况直接进嘴的救命物品。僵持不下时，突然有人拿着未拆封的医用氧小跑到老人身旁，他轻轻扶起老人给他换气，大家吊着的心总算松下。他朝大家露出浅笑，声音清透：“我在队伍前头没能及时发现情况，正好多带一瓶医用氧能救人。我过来人理解你的难处，救命氧千万别随意给人。”我万分感激地点点头，被许行挡住视线。他白我一眼，语气带着不满：“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我小心翼翼拉开与他的距离，就听到老人要求休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暗自庆幸可以保存体力。天色渐沉，谢心安赞同提议，组织大家搭建好帐篷过夜。许行看着冻得不停发抖的谢心安，满脸心疼：“今天你睡帐篷里，别出来冻着。我给安安导游送点保暖衣物。”我心中警铃大作，心提到嗓子眼，却见许行猛地夺过我死死抱着的背包，径直走向谢心安：“你穿的厚实，安安导游劳苦一天，还要养精蓄锐，就不能善良点，让他好好休息吗？”我心中冷笑，直接拉上帐篷的拉链，将自己蜷缩成一团，独自一人熬过寒冷的冬夜。滋啦一声，门链被拉开，只见许行满面春光出现在面前，笑着帮我收好帐篷。看我脸色惨白，他连忙扶住我，语气带着心疼：“一晚过去没冻着吧？”鼻尖涌来一股陌生又熟悉的香味，在谢心安身上闻到过。顿时，我反胃的想要干呕，不着痕迹躲避他的触碰。我深吸一口氧气，朝许行勉强挤出一抹笑，摇摇头：“氧气含量只剩一半，只要我能坚持到旅程结束。”没等我缓口气，
一个年轻女孩突然痛呼出声，她满头大汗地捂着肚子，呼吸变得粗重骇人。在游客关心追问下，她脸上惨白羞愧开口：“对不起大家，我在来之前查出怀孕没当回事，我不想错过花了好几千购买的旅游机会，没想到带了一瓶氧气不够用。”许行眼中划过一丝惊喜，他两眼冒光看向谢心安。我警惕地走到人群后，紧张地观察着他们的举动。下一秒，许行走进谢心安，和他一起把女孩放平。随后，谢心安假惺惺地看着大家，面露关切：“大家手里谁有多余的氧气，给这小姑娘用用，可别闹出人命了，一点就够了，让小姑娘喘口气就送她下山。”游客们四目相对，面面相觑，看着手中不到一半的氧，唉声叹气，个个脸色难看。我们也没法给呀，大家的氧气都攒着舍不得用，就等上山才能派上用场呢。说得对呀，现在才爬过2/3，往上没走几十米就得吸一口氧。顾不来，谢心安了然点头，无奈叹气，柔柔看向许行。许行像得了什么指令，迅速把我从人群后扯出，指着我鼻尖询问：“老婆，你氧气比大家都多，这回人命关天，你总该让出来救人吧？”我坚定摇头，把氧气罐塞到冲锋衣内，冷静地对上许行不耐的视线，闪身走到谢心安面前，看向他鼓鼓的背包，大声道：“我说不给，你们还想逼死我吗？反倒是你。作为导游，应该在出发前就准备好额外的氧气，为什么非要揪着我一个小游客不肯放手呢？”谢心安笑容僵硬，顿时用手捂住背包拉链，恶狠狠怒视我一眼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团里的氧气我都分给大家，不多不少，只有一些食物和保暖工具，哪有你说的备用氧气？”许行没了耐心，挡在他面前，就要扯开我衣服拉链。人家是孕妇，你氧气比大家都多，分一点给孕妇怎么了？就算你有病，也没孕妇重要啊！人家小姑娘再晚一点，说不定就一尸两命了。游客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语气中满是埋怨与不赞同。你这小姑娘心怎么这么坏呢？还不如你老公热心善良，一路上都在帮衬大家，就你躲在后面啥也不干。依我看呢，这小伙子跟小谢导演才配呢，俩都是个热心肠的。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，心中被他们的话语刺痛。来不及闪躲，我被许行狠狠一拽，摔倒在地。他趁着扶起我的功夫，把我双手牵制住，在我绝望的注视下，从我怀中夺走氧气罐，心中升起悲愤的怒火。我恨恨地瞪着许行，满面悲戚瘫软在雪地上。为什么？这一次我还是躲不过。女孩气息渐稳，游客们对着两人竖起大拇指，耳边充斥着他们的赞叹与笑声，浑身由心里生出一种无力感，疼得难受。许行不满地瞥我一眼，朝谢心安露出微笑。察觉到我爬行速度变得缓慢，他没好气开口，装出这副病恹恹的样子给谁看？没看到已经掉队了吗？快跟上！我头脑发胀，双腿如灌铅般沉重。下一秒，一只纤细的手拿着我的氧气罐递到眼前。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我缺氧差点晕过去，没想到抢了你的氧气。我问了不少人才知道是你救的我，谢谢你肯借我氧气罐。女孩笑容满是诚恳歉意，让我无法去责怪她。我眼中充满感激，欣喜若狂地接过氧气瓶。队伍开始加速，而我愈发跟不上队，空气变得冷而稀薄，冷冽的风钻进衣内，我大喘着气，只觉头痛欲裂，慌忙地打开氧气瓶放到嘴边，等待氧气进入口腔。没等我高兴，氧气罐发出滋啦响声，再无氧气供应，氧气罐滑落在地，我彻底绝望，一点都喘不上气，呼吸愈发困难。为了保存体力，我不得不放慢了脚步，慢慢地跟在队伍后面，每走一步都快要了我的命。许行注意到我的状况，眼中划过一丝烦躁，他突然推开我，收走我的手机。算了，你还是歇一会，保存体力再上去吧，
别再耽误大家的行程，让安安导游为难。我无力反抗许行的动作，眼睁睁看着他把我唯一的通讯工具扔进雪地中。山顶风景很美，我先上去把你找个合适的拍照位置，我等你休息好了，给我发信息下来接你。高反严重加剧缺氧形势，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胡乱挥手想要抓住许行，却被他闪身躲过。晕倒的那一刻，我看到许行眼中迸发出强烈的喜色，谢欣安脸上带着虚伪的笑意，走到他身旁。他还好吗？许行点点头，上前搂住谢欣安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厌恶。他能有什么事？这么大个人还能死了不成？可我真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好像一双无形的手掐住我的喉咙，发不出一丝声响，头也重重地扎在雪地里。哎，醒了醒了！再睁眼，戴着口罩的医生关切地看着我。我缓过神来，迷茫地环视周围环境。你怎么回事？自己有哮喘不知道吗？还非要爬什么雪山？要是我们再晚来一点，你就没气了。医生语气愤怒而不解，却让我一瞬间热泪盈眶。我活下来了，没有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，独自过夜那一晚。我就知道自己迟早躲不过许行抢走我氧气罐的命运，于是我直接向救援队打了求助电话，请求他们没收到我的消息，一定要来找我。恰好晕倒前，许行把我的手机扔在雪地里，虽然错过救援队电话，但好歹在被冻死前被他们找到并带下了山。我垂着头说不出话，感激地向医生道谢。好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好就赶紧回家吧。我点点头，深吸好几口气，道别医生，坐上了回家的巴士。打开门，就见爸妈担心地看着我，语气带着疑惑：“微微呀，怎么自己回来了？小行人呢？你又跟他闹脾气了呀？”听着妈妈温柔的询问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下。爸爸顿时慌了，拉着我左看右看，焦急开口：“别哭别哭，有啥事跟爸妈说。我是爸妈的老来女，从小锦衣玉食，什么委屈都没受过。没想到嫁给许行之后被他害死，再次见到爸妈，情绪压根收不住。”我抱住爸妈，泣不成声，缓了半天才镇定下情绪，仔细看着他们爬满皱纹的脸，心中满是怀念和心疼。我摇摇头，拉着爸妈进了屋里，关上大门。爸妈坐在沙发上，不明所以地等着我开口。我擦干眼泪，面色严肃地把许行带我去爬山要杀害我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爸爸脸色变得铁青，眼中顿时喷出怒火，骂骂咧咧的。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个好的，是个倒插门就算了，竟然还想要我闺女的命。妈妈则是一脸担忧，拉着我的手，止不住的心疼。亲家母知道吗？要不这日子咱别跟她过了。我女儿受了这么大委屈，爸妈竟然都不知道。我安慰地拍拍妈妈的手，想起前世婆婆和谢欣安熟络的场景，心下了然。婆婆肯定也知道其中内情，这件事暂时不能惊动她。看我愣神，妈妈重重地叹口气，拉着爸爸走向厨房。离婚，必须离婚！爸爸气得满脸涨红，声音颤抖。妈妈点点头，表情也很严肃。她悄悄看我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就别瞎掺和了。看微微这样，肯定是吓得不轻，这事儿还得她亲自解决。”两人嘀嘀咕咕半天，又在厨房做好饭菜，叫我过去。我看向时钟，指向下午4点，许行就快要回来了。据我的了解，他肯定会带着谢欣安假惺惺的在爸妈面前演戏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我起身走到大门口，将门锁的指纹和密码通通换掉，才安心的回到厨房，好好享受今天第一顿饭。妈妈正给我夹着菜，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一看来电，是许行。我拿过手机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看向门铃显示屏，就见许行搂着谢欣安，笑容灿烂地站在门口。在电话被拒接后，脸色变得难看。老公，你不是说这是你家吗？怎么密码不正确呢？谢欣安抓着他的手机摇了好几下，语气娇羞，看得我一阵恶寒。许行有些慌乱，
急得额头起了一层细汗。你别急，可能是那2个老东西按错了，等我们进去就告诉他们沈淑薇死了，你趁机安慰他们，让他们认你做干女儿。看着电话再一次被拒接，许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恶狠狠地看着大门，下一秒伸手咚咚咚地疯狂敲门。开门，爸妈，我回来了，快开门呐！我冷笑一声，担心打扰到邻居，直接打开了门。许行看着完好无损站在他面前的我，震惊地瞪大双眼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沈淑薇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许行声音颤抖，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随即眼中划过一丝心虚与恐惧，甩开谢心安的手，走到我面前。我抱着双手定定地盯着他，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容。看你表情，好像很失望我没死成啊。许行脸色一僵，慌忙摇头否认，语气漂浮：没有，你怎么回来的？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担心找你一下午。没想到他先发制人，倒打一耙。我冷哼一声，心中对他早已没了最初的感情，只剩下痛恨。我一死就迫不及待带着他鸠占鹊巢，真是好大的主意呀！被我戳中心思，许行眉头狠狠皱起，脸上表情变幻莫测。我瞥向谢心安，他脸色惨白，看着我眼中带着不满与怨毒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作为你老公关心你是应该的，你倒好什么也不说就擅自跑下山，害得安安被领导骂了一顿，现在连工作都丢了。许行上前一步挡住我的视线，打抱不平的语气中满是对谢心安的心疼。谢心安走到他身旁，眼中溢满泪水，可怜兮兮地拉着许行的手朝我开口：阿行发现你不见了，急得直接下了山，不吃不喝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，才以为你死了的。阿行你也别这么凶，沈小姐毕竟是你老婆。我白眼一翻，直接打断谢心安的茶言茶语：他丢工作是他有问题，关我什么事？还有你，许行滚出我家，等离婚协议吧。说完，不等他们反应，我直接关上大门，看着2人面面相觑、气急败坏的表情，心中一口恶气总算吐出来。不过还没完，婆婆一向泼辣难缠，自视清高，虽然儿子是个赘婿，却一直看不惯我太过强势指使他儿子。我提出离婚，许行必定会告诉婆婆，让她找上门来闹事。正想着，妈妈就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一脸担忧：微微，你婆婆电话。我点点头，看着妈妈按下接听键，婆婆尖细的嗓音顿时从电话那头响起：你这丫头脑子糊涂了，竟然想跟我宝贝儿子离婚？没有他，你个破鞋上哪找比他好，还愿意入赘你家的男人？妈妈表情顿时难看起来，音量拔高，朝婆婆吼去：我闺女配得上最好的，你儿子算个什么东西？带个女人上门找茬来了，信不信我传出去，让你儿子被唾沫星子淹死？这话一出，我忍俊不禁笑出声，被婆婆很快捕捉到，她顿时急眼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：我老婆子话就放这了，我不同意你俩离婚！妈妈气得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看着我不知怎么安慰。下一秒，门口再一次响起咚咚的敲门声，大有要砸破门的趋势。老沈家的，给我出来！把我儿子关在门外不让进家是要干什么？婆婆的骂声断断续续地传来。我和妈妈对视一眼，走到门口，就见婆婆叉着腰喘着粗气，看我开门，顿时冲上来掐住我手臂：你个杀千刀的，30好几还想跟我儿子离婚？这房子车子也该是给我儿子的，你站着有什么理？我嗤笑一声，内心嘲讽婆婆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文化。躲在后面的许行面色一僵，走到婆婆面前把她拉开：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让你来是劝微微原谅我，不跟我离婚。婆婆眼珠子胡乱转了几圈，连忙点头：对，不能离婚，离了婚谁给我钱？她脸色表情极为僵硬，愣是挤出个勉强的笑容，拉着我手语气讨好：微微呀，是妈一时糊涂了，这话是骂我老姑家那孙媳妇的时候记混了，不是骂你。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，不着痕迹地抽开手，冷声道：“这婚离定了，你们要是这样闹，直接法庭上见吧。”见我毫不留情，两人脸色有些尴尬。这时，谢心安突然走到婆婆身旁，热情地挽着她的手：“阿姨，你一个长辈，没必要对她这么低声下气的。就算离婚了，许行该有的1分也不会少，她是不会捞到任何好处的，还不如现在离了婚，以后也没人气你啊。”婆婆很容易轻信他人的话，尤其是触及她个人利益时。果真一听谢心安这样说，婆婆顿时又支棱起来，挺着腰，昂着头，用鼻孔看我。许行脸色阴得发沉，对两人又说不出什么狠话，恨恨地瞪我一眼：“离就离，你可别后悔。”我无语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在法庭上成功胜诉，依照婚内财产分割划分夫妻共同财产。看着手中的股份转让书，我不禁发笑：“许行，你以为离婚就能让我泄恨吗？”离婚之后，我照常去公司上班，冲咖啡时却被一个人恨恨地撞倒在地，咖啡洒在我特意准备谈合作的白衬衫上。我不解地抬头，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。就见谢心安笑吟吟地垂头看我，嫌弃地捂着嘴：“哎呀，我太急没看到前面有人挡路，你这衣服脏得不行，赶紧去换了吧。下午的合作阿行让我替你去。”我被气笑了，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不顾衬衫的污渍：“让你去谈，许行真是疯了。那我只能祝你好运。”谢心安脸上笑容僵住，愤愤瞪我一眼，眼神突然闪烁一瞬，上前一步夺过我手中的咖啡，狠狠地从自己头上浇下，随即眼眶流下泪水，柔柔地看着我：“沈小姐，我知道你离婚心情不好，可这是许总的决定，你也没必要因为这个对我撒气吧。”没等我反应，身后的人影冲过来撞开我，心疼地搂住谢心安：“沈淑薇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在胡闹什么？”许行脸色铁青，冷冷地看我。我翻个白眼，懒得理会他，上前一步捡起咖啡杯扔进垃圾桶：“眼瞎就去治病，公司交给你真是不幸。”我没再关心他们的事，在工位清闲地摸鱼，顺便拨通了一个电话：“下午的合作取消吧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：“我说呢，来的怎么不是你？”我老公一看是谢心安，直接给我打电话说了，他连合同都没看就拉下脸走了。我轻笑一声，真诚地向好友道谢。刚挂断电话，许行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，将我用力拽起：“是你搞的鬼，不然安安怎么会谈不成合作？害我被圈里人笑话，少了多少人脉？你很开心吗？”我甩开手，嫌弃地用湿巾擦了擦他碰过的皮肤，冷笑道：“当然开心啊，看你过得不好，我连做梦都会笑醒。”许行眉头皱起，眼睛气得眯成一条缝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看到来电，表情柔和下来：“怎么了，安安？你别怕，我马上过去。”许行生气地瞥我一眼，匆匆离去。我理了理头发，满意的看着精心化好的妆容，径直走向会议室。打开门，就看到谢心安低垂着头，眼眶泛红，小脸惨白。董事长愤怒地指着许行，破口大骂：“你怎么干似的？我再三强调不要招一些来路不明的人进来，你滥用职权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，可你不能把个人恩怨放在工作上。你竟敢让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员工替沈副总去谈合作！好了，现在搞砸了，我要开除他，你还想阻拦？我看你也想卷铺盖滚蛋了。”许行弯着腰，大气都不敢喘，只知道点头。我敲了敲门，董事长顿时喜笑颜开地让我进去：“小沈啊，不是叔叔说你这合作谁谈都没你好使，怎么能由着他们胡来呢？”我乖巧点点头：“叔叔说的是，所以我想为了公司名誉，把许行和谢心安一起开除，这样我会更有干劲，给公司创造更多收益。”许行不可置信抬头看着我，眼神喷出怒火，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朝他浅浅一笑，看着董事长眼中带着笑意：“
你说开除阿行就开除吗？谢心安这会倒不委屈了，精致的脸上带着怒意，冲我大喊：闭嘴！许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吓得他连忙噤声：不好意思，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。许行和谢心安被炒鱿鱼，直接让保安赶出了公司。我清闲了几个月，从圈中好友口中得知许行不死心，借了高利贷，打算自己创业。没了我家的扶持，许行屁都不是，家里也请不起一个月好几万的保姆。谢心安满心欢喜地嫁进许家，本以为可以不用做累死累活的工作，结果那婆婆不是盏省油的灯，在我身上没捞着好，于是把坏心放在谢心安身上，整天看她不顺眼，以搓磨打压她为乐，一天天闹得鸡飞狗跳。许行最初还护着谢心安，后面因为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，对他愈发不耐烦。上一周，公司经营不善倒闭，他借的高利贷利滚利也还不上，一夜之间赔得倾家荡产。谢心安受够这种日子，当机立断和许行撕破脸，之后又重回了老本行。听到这些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觉得许行还不够惨。和好友从餐厅分别，我正要上车，被人拦住车门。许行满面沧桑，胡子拉碴地看着我：微微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我会好好爱护你，不让你受伤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我警惕地拿住手机，有些担心他会对我不利。许行看到我的举动，眼中划过一丝受伤。你别害怕，我不会对你动手。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突然自己回家后，对我的态度就变得很冷淡？我也是一时上头同意跟你离婚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打我骂我都不会反抗的。我摇摇头，打掉他的手，坐上车锁好门，才敢放下一丝窗缝，静静地看着他不似作假的神情，轻笑出声：那时候你想对我做什么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许行脸色一变，眼神中闪烁着心虚，差一点我就被你害死了。你真的觉得我会不计前嫌，继续和你过日子吗？你出轨谢心安，那我们可以好聚好散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对我起杀心。他面带愁容，脸色变得惨白，疯狂地摇头否认：我没有，我没想过要杀你，是谢心安怂恿我的，是他。我冷冷地关上车窗，按下刺耳的鸣笛声。许行怔怔地往后一退，还想说什么，被一通电话打断。什么？妈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跟他去冰川了？我没再往下听，看着许行慌不择路跑出车库，贴心地帮他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许行赶到冰川时，许妈已经被气得抽搐不止，中风进了医院。我才知道，谢心安在许行破产后，对他妈怀恨在心，重新做导游时，就开始谋划要如何报复他们母子。许行警惕，怎么说都不跟谢心安见面。可许妈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，听谢心安邀请她去游行冰川，不用出钱就乐颠颠地答应下来。结果走到一半，许妈开始对着谢心安指指点点，和他起了争执。都是你个贱女人勾引我儿子，让我儿子离婚丢了工作，现在饱一顿饥一顿，全是因为你。许妈揪着谢心安的头发大声怒骂，被他推倒在地，就撒泼打滚在地上大哭。游客们纷纷凑上去看热闹，谢心安被人围着骂，心生怨气，上手对着许妈就是脚，甚至骑到她身上狠狠地甩了几巴掌。许妈怒上心头，又因为常年好吃懒做，还没还手就开始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吓得谢心安抛下一众游客。跑下冰川时，脚滑摔进冰湖中。救援队发现他时，他双腿都被冻伤了，要想活命，只能截肢。当我在医院看到许行推着轮椅把谢心安带到后花园时，我还有些惊讶。都这样了，许行竟然还能忍受谢心安。许行望向我，眼睛迸发惊喜的光芒，扔下谢心安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却没注意他怨毒的神色。微微，我就知道你不忍心看我这样，你是来找我的对吗？对了，我妈在病房里躺着，我带你去看她。我摇摇头，语气平淡。
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来体检。我不再看他，觉得谢心安的眼神有些瘆人。许行痴痴地看着我的背影，颓废地抱住头蹲下。谢心安推着轮椅一点点靠近他，轻声唤他起来：“阿行，我想睡觉，你带我回去躺着吧。”许行没有说话，谢心安又催促了一次，他突然就发了脾气，猛地踹向轮椅：“催催催，你自己没找腿吗？”随即他脸色一正，看着轮椅倒在地上，谢心安痛苦地呻吟出声。许行慌乱地跪在地上，说着对不起，抱起谢心安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只觉得物是人非，挽着好友的手准备离开，却听到一声惨烈的尖叫。谢心安愣愣地看着血泊中的许行，手中带血的水果刀随着颤抖掉落在地，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呼吸不由自主地困难起来。好友吓得连忙捂住我的眼睛，把我带到一旁喂下急救药。我的脑海一直播放着许行死不瞑目的场景，才缓过神来。许行就这么死了，他抢救无效。而谢心安因为杀人本应该要进监狱，可他竟然查出精神分裂，警方只好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。许行的母亲中风瘫痪在病床，因为儿子的死亡付不起医药费，被远房亲戚带回家不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死在肮脏发臭的床上。我回去之后生了一场大病，痊愈后忘却了有关许行的一切记忆。爸妈激动地抱着我，热泪盈眶，不停地说这是老天都看不下去，觉得我太苦了，想要我往后的日子都好好的。由于我和许行都为彼此买了意外保险，我额外收到一笔巨款，向公司申请了年假，带着爸妈环游世界。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我能再次重生，是爸妈死前用下辈子的寿命向老天祈祷得来的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